第206章神秘黑袍人。满脸震撼地望着远处的战斗，战斗之中偶尔所释放出来的点点余波，也是让得萧炎心神皆颤。按照他的计算，光是这些泄露而出的战斗余波，若是一个不慎被击中，那都能在瞬间将他搞成重伤。这就是斗王级别的战斗吗？呆呆地望着那在三人战圈之中不断蔓延而出的巨大裂缝，萧炎忍不住地咽了一口唾沫。砰！一道剧烈的能量爆炸声忽然响起，溅起漫天黄沙。片刻后，黄沙逐渐挥洒而落，三道交错的影子彼此倒射而出，三双目光在半空中交错，皆是蕴含着未曾掩饰的杀气。目光在战斗忽然平静下来的场中扫了扫，萧炎发现三人之中，俏脸微现苍白的月妹明显处于下风，而那严师与风离则是因为联手战斗，浑身上下仅仅是衣衫有些破裂而已，气息也是依然平稳有力，显然并未受什么伤。真是无耻的人类，我一人的确不是你们两人的对手，不过在这沙漠之中，我若是想走，你们还没资格拦下我。丰满的胸脯轻轻地起伏了一下，月妹在初步测试了一下对方的实力之后，便是彻底地放弃了硬拼的念头，冷笑着讥讽了一声，双手开始快速地在身前结出几个硬结。拦住他！瞧得月妹身体之上忽然暴涌的斗气，严师眉头紧皱着喝道。他的话音刚落，一旁的风离便是瞬间化为一缕清风，闪电般的对着月妹爆射而去。蛇之技分化。冷笑着望着那闪电而来的一缕清风，月妹身体猛然一颤，然后在众人愕然的目光中骤然爆炸。爆炸之中没有任何血肉飞溅，反而是从爆炸之处涌出无数条幽青的能量巨蛇，这些巨蛇一出现，便是铺天盖地的对着四面八方飞驰而去。好诡异的蛇技，随手挥出10几道斗气匹链，将上百条能量巨蛇砸成一片虚无。严师望着那几乎依然无穷无尽的能量巨蛇，脸色凝重的道。在那漫天能量巨蛇飞舞之时，一旁旁观的几人，除了那名神秘黑袍人之外，其他的都是瞬间出手，在极快的时间之内将半壁天空之上的能量蛇全部击成一片虚无。然而即使是如此，可依然有着不少的漏网之鱼钻进了沙层之中。唉，在沙漠之中想要击杀一名蛇人强者，的确是有些困难啊，这种脱身技能实在是让的人防不胜防。瞧得周围胡乱逃窜的能量巨蛇，中年人也只得无奈地苦笑道。闻言，旁边正在竭力截杀能量巨蛇的几人也是深有同感地点了点头。这种诡异的蛇技，若是没有完全准备，还真不可能将之拦截下来。坐在沙丘之上，萧炎满脸愕然地望着那铺天盖地钻进沙层之中的能量巨蛇，忍不住地咂了咂嘴，这家伙也实在是牛逼了吧，竟然还有着这种保命技巧，难怪先前即使是看见了对方阵容恐怖，可依然并没有选择立刻逃窜，原来是有着底牌啊。唉，不过还好，终于是摆脱这女人了。不管如何说，那要人命的女人终于是被打退了去，萧炎也是长长的松了一口气，伸手将一旁的玄重尺抓了过来，刚刚站起身子，脸色猛然一变。在距离萧炎仅有几米处的沙丘之中，一条幽青的能量巨蛇猛然爆射而出，睁着狰狞的巨嘴穿过漫天黄沙，狠狠地对着萧炎喉咙噬咬而去。我靠！突如其来的偷袭让得萧炎措手不及，当下只得满脸惊骇地望着那越来越近的能量巨蛇。在能量巨蛇忽然冲出沙丘的那一刹，周围的中年人等一干强者便是率先将之察觉。不过当他们瞧的被巨蛇攻击的目标之后，手中想要救援的动作却是略微迟缓了一下。这些强者并不认识萧炎，而且加上性子也颇为淡漠，没有一个是什么老好人，所以在瞧的被攻击之人是与自己等人无关之辈时，紧绷的心微微松懈了许多。虽然他们依然是象征性的对着能量巨蛇挥射出来一道斗气匹链，不过明显的这种速度根本不可能抢在能量巨蛇在攻击到萧炎之前将之击散。虽然萧炎面临险境，不过周遭的一切动静也是被他收入眼中，瞧得那些人的细微变化后，他心略微沉了一下，嘴角微微抽搐，
然而就在当他准备硬抗下这能量巨蛇的攻击之时，一个出乎了所有人意料的人却是骤然而动。远处那名全身被笼罩在黑袍之中的神秘人，自从那能量巨蛇对着萧炎爆射而去之时，那似乎毫无重量的踏在沙面之上的双脚却是悄悄地印出了一个有些深陷脚印。特别是当他发现周围这些家伙的细微举动之后，一道仅有他自己能够听到的轻微闷哼低低的在黑袍之中回荡。当那能量巨蛇距离萧炎仅有半米距离时，那名神秘黑袍人终于是有些耐不住了，脚尖轻轻一点，身体几乎是化为了一条细小的光线，瞬移一般的出现在了萧炎面前。袖袍轻挥，一股凶猛的无形劲气爆射而出，将那狰狞的能量巨蛇瞬间击散成一片虚无。击散这条能量巨蛇之后，黑袍人似乎略微有些难以平息的怒气再次低哼了一声，脚掌猛地一杀面，顿时一股凶悍无匹的劲气侵进沙层之中，然后猛然沿着某处方向暴涌而出。片刻之后，100多米远的距离之外，一道蕴含着痛楚的闷哼声响起，随着一阵黄沙挥舞，闷哼声的主人带着许些伤势急忙逃离了此地。突然出现在身前的黑袍人让得萧炎免去了被重伤的危机，当下紧绷的心顿时松懈了下来，手掌抹了一把额头，有些惊愕地发现额头上面已经遍布了冷汗，心有余悸地喘了几口气。萧炎望着面前的神秘黑袍人，略微带着许些恭敬道：“多谢前辈出手相救了。”黑袍微微抖动了一下，里面的人依然没有说话，似乎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空旷的沙漠之上，那位中年人以及其他几人脸色都是有些愕然地望着那忽然出手的神秘黑袍人，他们对这位可是极为的熟悉，若是要说起性子的淡漠，恐怕他才是这里之最。别说仅仅是一个陌生人死在面前，就算是更大的死亡，他也只会睁着眼眸淡淡地望着，想要他出手相救，除了与他有关系的人之外，一般极少会出手救人。所以当众人瞧得他竟然会莫名其妙地出手救一名不认识的少年时，都是有些感到诧异。呵呵，这位小兄弟，你没事吧？你还真是好胆量啊，竟然敢孤身进入沙漠深处，今夜若不是我们感应到这边有剧烈的能量波动，恐怕你还真的会被那女人给抓了回去。中年人脸庞上的诧异一闪即逝，笑着走过来对着萧炎笑道：“没事，多谢诸位前辈了。”萧炎看了看这名中年人，微笑着道：“别再继续留在这里了，马上这里就不会太平了，趁早离开沙漠。”神秘黑袍人背对着萧炎，轻轻地整理着袍子，略微有些嘶哑而低沉的声音从中传了出来。听得这嘶哑的有些犹如磨牙齿的声音，萧炎与中年人都是愣了一愣。你的声？中年人愕然地眨了眨眼，一句疑惑顺口地飙了出来。没事，走吧，别浪费时间了。黑袍人忽然猛地向后挥了挥手，一股黄沙飞涌，顿时便将中年人嘴中的话给塞了回去，依然嘶哑的声音中隐隐有着许些不耐。对于这忽然间变得莫名其妙的黑袍人，中年人也是满头雾水，心中忐忑地想着自己啥时候又不小心招惹到这尊姑奶奶。想了片刻，中年人依然没察觉到自己哪里错了，当下只得无奈地摇了摇头，对着天空吹了一个口哨，顿时天空上那头巨大的碧绿魔兽便是挥动着巨大的翅膀，缓缓地降落了一些。黑袍人转过身来，刚欲腾身而起，黑袍下扫动的目光却是忽然瞟见萧炎手中的重尺，略微迟疑了一下，黑袍中的手掌微卷，竟然是极为奇异的隔空将萧炎的重尺夺了过来。你察觉到对方的举动，萧炎一愣，眼睛一瞪，还以为对方是想抢夺自己的玄重尺。你的尺子在先前的时候被那女人的蛇毒附上了，若是运用斗气的话，它会趁机侵蚀进体内。一股微风将玄重尺悬浮在黑袍人面前，一股青色的斗气从黑袍人体内涌出，然后覆盖上玄重尺，最后将其上的一丁点隐藏着的蛇毒剥离了去。闻言，萧炎愕然，旋即满脸尴尬，将蛇毒驱逐，重尺掉落而下，深深地插在萧炎面前的沙丘之中。做完这一切后，黑袍人不再停留，身体瞬间闪掠上巨大的魔兽背上，然后盘坐沉默不语。
望着黑袍人率先上去，周围的几名强者也是拿奇异的目光扫了一眼萧炎，心中满是疑惑地嘀咕道：真是奇了怪了，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热心肠了？不仅救人，还帮人驱毒，真是不可思议的一夜。幸运的家伙。思来想去没有结果，众人只得无奈地嘟囔了一声，然后在萧炎那同样满是疑惑的目光中飞掠上魔兽背肩，最后在一阵狂风飞舞间迅速消失在沙漠尽头。茫茫沙漠，夜风拂过，淡淡的黄沙扑面而来。半晌后，萧炎抽了抽嘴巴，苦笑着喃喃道：真是莫名其妙的一夜。